嗨，大家好。2020年的3月9日，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重挫2013.76点，跌幅7.79%，报23851.02点。最高时跌2158.71点，跌幅8.35%。虽然这个跌幅不是历史之最，但以点数计算的话，却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单日点数跌幅。那么，美国这次长达10年的牛市，是否会在3万点之前戛然而止，迎来又一次的世纪股灾呢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美国历史上有名的重大股灾。首先，我们来介绍一下美国经济的晴雨表——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。道指最早可能要追溯到1882年，两位年轻的财经记者查尔斯·道和爱德华·琼斯合伙开了一家小公司，并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，这就是道琼斯公司。起初，这个只有几个人的小公司的业务只是刊发一份只有2页的报纸，名为《顾客晚报》，其具体内容不过是股市的一些相关信息。但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份报纸。几年之后的1889年，道和琼斯对它进行了一次改版，并进行了重新命名，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《华尔街日报》。好，回过头来接着说道琼斯指数。1884年，公司创始人查尔斯·道开始编制了一种算术平均股价指数。计算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，股票价格平均数等于入选股票的价格之和除以入选股票的数量。但后来由于遇到股票在除权除息时，股票指数将发生不连续的现象，所以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数改用新的计算方法，即股票价格平均数等于入选股票的价格之和除以道指除数，这样就可以保证股票指数的连续，从而使股票指数得到了完善。而后在1896年5月26日，道琼斯工业指数首次在刚才提到的《华尔街日报》上进行了公布，它象征着当时美国工业中最重要的12种股票的平均数。到1928年，成分股增加到了30种，并定期更新30家公司的名单。而令那时的查尔斯·道万没想到的是，1个多世纪前的他的一个念头，成为今天数以亿计的人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。道琼斯指数从1896年开始起步，那时候只有40.94点，此后一路上涨，虽小有波折，但从未遇到过真正的挑战。到1929年，已经涨了10倍，到了400点附近。而第一次危机的来临，就是几乎所有炒过股票的人都知晓的那次引发了全球性大萧条的1929年股灾了。在美国股灾的历史中，1929年10月28日和29日会是很多人永生难忘的2天。在那个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28日，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所有人都陷入抛售股票的漩涡中。当天道指日跌幅达 12.82%， 次日29日黑色星期二，道指再次大跌 11.73%。 美国股市在历经了10年的大牛市后，几天内就从顶点跌入深渊。股指从最高近400点跌至1932年的 40.56 点，最大跌幅超过 90%， 跌破了1896年道指首次公布的指数，吃掉了33年来的所有涨幅。此后，美国和全球进入了长达10几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，自此拉开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，并且间接成为第2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。我们现在回头来看，这次危机与历次股灾类似，其实早在1926年，危机就已经悄悄降临了。当时被投机炒得离谱的佛罗里达房地产泡沫首先开始破灭，但是这并没有给贪婪的华尔街带来警觉。在黑色星期一到来之前，股指像脱缰的野马，仍旧在疯狂的上涨。股市的疯狂已经严重打乱人们的理智，甚至当时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欧文·费雪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认为股市将持续长久的成长下去。而在危机发生后，他的股票成为了废纸。据他的儿子估计，费雪的损失为800至1000万美元，连妻子、妹妹和其他亲属的储蓄都跟着一起赔了进去。1929年的1000万美金是什么概念？美元时间网站以消费物价指数为基数，计算出那个年代的1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3美元左右。而在那个人人都炒股的疯狂年代，更多的中小投资者更是倾家荡产，损失惨重。在这场血与泪的股灾中，数以千计的人选择了跳楼轻生。我们观察这幅图可以看出，此次股灾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
道琼斯指数从近400点轰然倒下，再次恢复到这个点位是在25年后的1954年了。从这幅图当中，我们还可以看到，每当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，股市从来都充当着晴雨表和气象台。时间到了1972年，道琼斯指数首次超过了1000点，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都举行了庆祝会。道指用了76年的时间才达到1000点，而后却仅花了14年就达到了2000点。而此时的道指也迎来了它第2次的重大危机，这就是在美股的历史上可以与1929年股灾齐名的1987年股灾了。这次股灾是从1987年10月19日开始的，又是一个黑色星期一，上午9点半，纽约股市一开盘，道琼指数经过一段震动后突然下跌，惊慌失措笼罩了整个纽约股市，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，急迫到不讨论价格的地步。一直到休市，道琼斯指数暴跌了508.32点，跌幅达到惊人的22.62%，超过了1929年10月29日纽约股市暴跌的记录。如果将抽象的指数折算成货币，这次股票下跌使市场丧失了5000亿美元的市值，这个数目几乎相当于当年美国 GDP 的1/8。非但如此，经过2天的暴跌，心慌意乱的投资者又开始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，造成了美元大幅度的贬值。而在那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，还没有完全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体系中，上海和深圳2家交易所还没有成立，股票2个字对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而言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，对大洋彼岸的世纪股灾更是毫无感觉。在此次股灾发生之前，跟2020年今天的美股和1929年经济危机前的美股何其的相似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经济都已经进入到持续增长期，经济持续向好，股市也是水涨船高。从1982年到1987年，道指从1000点涨到2000点，上涨了2倍多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西方国家的经济已经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，而在股灾发生前的1986年，美国的财政赤字高达2210亿美元。这是1987年与1929年2次股灾导致的趋势对比。大家是否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之处？都是经过长时间的上涨，本身已经处于高位，而在下跌开始时，第一次跌幅较小，然后反弹没有创新高，第2次就开始了巨幅的下跌。而整个1987年10月，股灾造成了世界主要股市的巨大损失。美国股市市值损失8000亿美元，日本损失6000亿，英国损失1400亿，台湾320亿，香港300亿美元。这次股灾共造成世界主要股市的损失高达17920亿美元，相当于第1次世界大战给世界经济造成损失的5倍。不过，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历史上，1987年的这次股灾与30年后的金融海啸相比，可谓小巫见大巫。在美股的历次股灾中，2008年的这次股灾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，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印象深刻。这次的金融海啸最初是由2007年美国房地产的次贷危机所引发，到了2008年9月，在北京奥运会刚闭幕后没多久，这场由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开始失控。9月14日星期日，被认为是整场危机的关键点，美国第4大投行雷曼兄弟在美国联准会拒绝提供资金支持援助后，提出破产保护。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个之前对朗讯下刀子的那个雷曼兄弟。详情可参考这期视频。隔天9月15日，不意外地迎来了又一次的黑色星期一，而后美股接连暴跌，10月跌破了9000点，11月跌破8000点，最终在09年3月到达本次危机的最低点6469点，进而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。据美国财政赤字的数据显示，1987年股灾发生的时候，财政赤字达到当时的历史高点2210亿美元。而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，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4550亿美元，同样在当时创下新高。而2019年自然年，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了1.02万亿美元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，2020年财政赤字将达到1.05万亿美元。
将创下历史纪录。表面上看来，自2009年金融危机使道指达到最低点以来，美股已持续上涨近10年。在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放缓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，美股仍在刷新着历史新高，成为历次牛市之最。但实际上，就如同历次股灾一样，此次美股的崩盘其实客观的条件早已齐备，只是川普强拉着美联储勉强续命罢了。从去年美国的 Ripple， 也就是回购利率的突然窜升，已经看出端倪。美国经济已经十分衰弱，是很明显的事实。至于黑天鹅事件何时、从何地、以何种方式到来，这一点本来就无法准确预测。但谁也没想到的是，此次的新冠成了这最后一根稻草。好，今天我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几次股灾。2020年的2月12日，道琼斯指数达到了创纪录的29,568.57点，这会不会成为未来几十年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天花板呢？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好，那本期视频我们就要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